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火光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。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一定让你充满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你也知道老高这个人很变态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了，对不对？昨天我在店外发现一件事情。他整个人气色啊非常的差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看起来笨笨呆呆的。人家过来买东西，他也不招呼人家，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啊，所以我才会这么的担心。那阿娇会不会因为跟老高说我要跟你离婚，所以老高整个人狂性大发，就把阿娇给杀了？不止了，还分尸嘞！不会吧？我昨天哦。也是跑去老高那店嘞，可是我去到那边，那个店就已经关掉了咯。对，1点半就关了。对咯，老高的人很吝啬的嘛，平时哦就算没有生意也会拖到4、5点的嘞。可是昨天为什么这么早关店，而且关到这么密，里头一定有古怪嘞。后来我就跟自己讲，不要想这样多，跟阿娇跟他讲离婚，他心情不好就早点关店了吗？可是这个时候。我就看到老高拖一个大行李箱出来了。干嘛？出国旅游啊？当时我也是这么想啊。可是衰吼，我去看了一部叫《分尸奇案》的电影，里面有个变态老公杀了老婆之后再分尸，就是放在那种行李箱里面咯。哎，你不要告诉我老高就是这样对阿娇的啊！哎呀，我不知道了，不知道。哎呀，总之这我真的是发毛了，我心里一直觉得不安。后来。再回去老高的店看呢，你知道吗？老高居然在那里嘞！怎么样？我看不清楚，可是你知道我听到什么吗？什么？我听到咚咚咚砍东西的声音啊！咚什么？怎么样？后来又看到他提出一个大行李箱哦。3更半夜提着大行李箱出来干什么？你做梦啊你！我讲的是真的嘞。后来我回来哦，真的吓得做梦哎。梦见我跑进老高的店，看到那个行李箱，我正要打开的时候，就一只拳头跑上，哇，吓死我了！吓死人了你！都说是梦了，怕什么？不要自己吓自己嘛啊！放松，老高没有这样变态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不怕1万，只怕万一啊！老大，我看这次我们不联手都不行了。我够累了咯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开门？喂，你干什么？我出去看一看啊！看什么？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啊？什么记？什么记？蛛丝马迹，叫你念书你不念书。OK 咯，跟你咯，走啦。喂，你找什么？我在看有没有血迹啊。
妈的，学鸡就学鸡啦，什么蛛丝马迹？哎，找学鸡做么？你不是说老高拖着行李箱出来吗？如果阿娇真的在里面的话，搞不好血迹也会一起流出来啊。对哦。哎呀，你这样很容易引人注意的，人家会怀疑你，你知道吗？人，自然一点。你走这边，我走这边。哎，是不是血迹啊？血迹。这是辣椒干。哎，你可以看清楚吗？不要吓死人，好不好？你这是炸椒吗？继续找啦。奇怪，文姐，什么事情那么奇怪啊？我刚才打给我妹妹，她手机没开，打去她家又不通，刚才打去店里，电话一直响却没有人接，从昨天到现在都找不到人，不知道她跑去哪里了。不行，我还是去看看。喂，你别急了，我亲眼看过老高欺负我妹妹，我怕我妹妹有危险。你妹妹没事的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巴士还碰到她呢。是吗？是啊，我早上碰到她，我还跟她打招呼，我看她挺好的，而且还跟老高在一起喝咖啡吃早餐呢。那就好了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太过紧张了。所以啊，你就要学会凡事呢都要放轻松一点。真明。如果他妹妹真的出了事，那他怎么受得了打击？到时他的病……你在想什么？没事啊，文姐，这些照片，还有这些菜单，谁弄的啊？是我弄上去的，还可以吧？挺好的。对了，我妈呢？她说去机场接人，接人？接什么人啊？一个亲戚。亲戚。哎呀，这样很容易引人注意的嘞，自然点。注意到就注意到了，不管这么多了，快点帮忙啊！哎，你那边看到什么？里面黑漆漆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哎呀，我要大便。现在什么时候？你跟我讲你要大便？哎呀，等有情况再打电话通知我了，我忍不住了啦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这一句话应该我问你，你想干什么？老高，我来订货，可是你还没开门。今天不做生意，改天才来吧。血迹。我说今天不做生意，你会听吗？我要订你份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！赶快回去跟他们商量。我就奇怪嘛，明明看到你来了，
店没有开。今天不做生意，为什么？不做生意就不做生意，没有为什么。老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有事，你有事没？有。刚才我看到快乐鱼他们2兄弟在这边鬼鬼祟祟的，他们先在你店外面偷偷的看你没有开店，就在外面走来走去，不知道找什么的，小心一点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啦，就你一个人。你老婆没来，好几天没有看到她了嘞。关你什么事？没有啦，人家担心你啊，以为他们2兄弟是在偷看你的，偷看你老婆的。你也是不少东西呀！哇，你干什么？我只是好心提醒你而已哦。你不要以为我不少，你也是在打我老婆主意，你给我滚！哇，你好心变好报啊！你小心老婆被人家偷走啊！你再讲，我揍你啊！你坏蛋啊你！难怪阿娇敢跟我说离婚，原来是这2个国在搞鬼！去死啊！去死啊！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？哎呀！二哥，对不起啊，事情真的很紧急，非把你们叫回来不可啊。没事，现在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先报警。没有照我说哦，应该去跟他要人。如果他叫不出来，把他打一顿，然后再报警也不迟嘛，对不对？哥，你先不要那么激动啊！现在你们只是怀疑无凭无据的。是啊，我觉得不能就这样断定老高杀了阿娇的。可是我看见他的行李箱有血迹啊。对呀，我亲眼看到他3更半夜从店里拖个行李箱出来，我还听见他在店里砍东西嘞。那你们说，他会不会是把阿娇杀了再分尸啊？大哥，你不要说这么恐怖好吗？对啊，3更半夜一点声响，听起来很多联想的。我们也不想这么想啊，二哥二嫂，你们自己想想看，阿娇现在突然间消失了，又没有人知道她去哪里，你不觉得这一点就已经足够去怀疑了吗？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这样就算了。对呀，我看哦，一定是老高把阿娇杀了，再把它分尸，然后装在行李箱里面，想拿出去丢掉，因为一次装不完，所以又把行李箱拿回来想装第2次，那不然。家父怎么会发现他行李箱有血迹？老高如果真的杀人分尸的话，他会把同样的行李箱拖回来吗？对啊，这未免太笨了吧？哎呦，你们都不了解他的，他这个人很强的嘞。我看他就算要运尸体，情愿运2次，也不舍得买新的行李箱的。他以为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可以怀疑他。现在大家只不过是猜测罢了。倒不如这样，雅喜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到老高的店里面去找阿娇。哎，这样也好，快点呢！哎，大哥，你在不在 ？Hello， 请问阿娇在吗？你是老高啊？哦，我是雅喜，佳琪的老婆。上次阿娇叫我帮她买点东西，我忘了牌子了。请问阿娇在不在？哦，那她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样吧。他回来的时候，你叫他打个电话给我。就这样。怎么样？他说阿娇回了娘家。说谎！我打电话去他娘家问过了，他根本没有回去。哎，不要管了啦！我看现在我们就到他的店里要人，如果叫不出来，这就证明阿娇被害了。走，跟他要人，要人，快点要人！跟他要人去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家福啊，你跟谁要什么人？什么要人啊？哎，佳琪，你回来啦？妈，家福是说要人啊，因为他去跟医院要人。我们现在替阿公开个庆祝会，那么我是说等阿公病好才做决定，但是家福说跟医院要人哦。对啊，阿公都已经好了，又不能出院，这分明就是生意不好，要多赚我们的钱。
阿公是喜欢热闹，开个庆祝会也不错。可是还是等他出院再讲。阿公身体要紧嘛，不用太急啊。哦，切切，坐来坐。大哥，我看呐，倒不如我们观望一下比较好。望什么望？望得来好，连骨头都没有嘞。这阿公还在啊！你说这样的话，啊，我是说，阿公年纪大哦，这种事情要搞就赶快搞。你知道老人家的事情很难讲的吗？小龙说的也很有道理。你们兄弟几个商量了决定，总之不要搞得太大，一家人聚聚，最重要的是看阿公开心啊。好的妈。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走嘞，跟他聊嘞，大哥你什么？如果我们现在冲下去了，一定会打草惊蛇的。不如这个样子，我跟雅喜先下去看看，我们再做决定，好不好？老高，老高啊！上锁了，我看里面没有人呢。奇怪，跑去哪里了？走吧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要我帮忙呢？哦，这些抹布帮我拿去洗洗吧。哦。哎呀，还是我自己来了。阿娇，喂，阿娇，在哪里啊？你这天跑去哪里了？大家都急死了。对了，你有没有跟老高提出离婚啊？他不打你，有没有骂你？喂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老高现在是在你旁边，所以你不能说话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马上接你。喂 ，Hello。油热了吗？好了，帮我拿盘子。你表情这么严肃，就好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。是咯，我是真的在做实验啊。你不是说你大妈不把佳瑜的秘方传给别人了吗？是啊，尤其是我这种外人啊。你认为她一直把你当成外人？不是吗？他最怕的就是本事被我学了，所以呢，他只叫我负责点菜啊、收钱、收盘子的。其实啊，我也不笨，他不教我，我都会。我看差不多了。不行，要再等一下，要让表皮呈金黄色是最难掌握的。多1分呢就皮焦鱼干，少1分啊就皮不够脆，鱼太软了。行了。从外表来看，跟快乐鱼的炸鱼一模一样。外表是骗人的，最重要看里面够不够水准。来，我来试试看。等等，我大妈从来不把马上炸好的鱼给顾客吃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表面还有油分，吃了满嘴油很容易腻，而且食物太烫是吃不出味道来的。有道理。所以啊，每次呢都要让炸鱼休息一下才上碟，到顾客面前时呢就会热而不烫，香而不腻。想不到小小一块炸鱼学会那么多。是咯，这点啊我倒是挺佩服他的。他对炸鱼的要求很高，从鱼的鲜度到配搭的汤菜、炸的火候，他都很讲究，所以快乐鱼啊才会这么有名气。从这件事，我们可以悟出一个道理：无论做什么事，都要设定最高的要求，这样才精益求精，好上加好。就好像这块鱼，人人都会炸，可是炸出来的味道却各有不同。好了，大思想家，可以吃了吗？嗯。比我跟你妈炸的好吃很多，皮很脆，但里面的肉却一点也不干，配搭起来口感特别好。不过呢，
味道还是跟快乐鱼不一样，对吗？这只是一块炸得不错的鱼，跟快乐鱼的水准比起来啊，还有一段距离呢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鱼是我从店里面带出来的，那就不是鱼的问题了，那一定是腌鱼的配料，面糊里面啊，肯定是加了东西。也就是说，我根本都还没有看透他炸鱼的秘方呢。别气馁，你能炸出这样水准的鱼已经很好了。刚才谁说做事情要精益求精的啊？可是就像莲姨说的，咖啡店的炸鱼因为定价的关系，不能跟餐馆相比的。难道我们要永远在咖啡店里面卖炸鱼吗？你想开餐馆？那是我的理想。我会支持你的，到时你会不会请我呢？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喽。我有那么好的师傅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喏，就在前面。佳倩啊，妈，你也在，那正好。来来来，见见你舅舅。舅舅，妈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有个舅舅啊？他去了香港20年都没有回来。哎呦，连我自己啊，都差点忘了有这么个弟弟啊。姐啊，他就是佳倩喽，小时候你见过的。她就是佳倩啊，长得那么大了，真是女大18变，漂亮多了。就是喽，他样子呢跟我年轻的时候就差不多，不过呢身材呀可差得远了，都是被那个臭女人虐待的。小时候没吃好，营养不良，现在啊喝再多的奶都没有用了。哎呀妈，自己人怕什么？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本来啊以佳倩的条件啊，当明星都没有问题的，可惜啊被那个臭女人害得一只脚长一只脚短。这个臭女人的仇我一定要报的。海参呐，这回你回来就好了，帮我对付这个女人。姐啊，那么多年前的恩怨，你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啊？当然没有忘了，我跟她结的是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佳倩啊，我那么多年没有见到你妈，她的脾气啊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，一点也没有改变。不过这也是她可爱的地方。不过气多伤身呢，你要劝劝你妈，叫她做人要看开一点。是啊，他身体又不好，老是咳。姐啊，你到现在还没把烟戒掉？能戒早戒了。喂，海参呐，你刚回来，不要叫我戒这个戒那个。我真是拿你没办法。哎，佳倩，你也是在这里帮忙的吗？不是啊，我是有空才过来的。我那个摊位呢，现在也赚不了几个钱，所以佳倩呢，现在还在那个女人店里工作。不过那个女人很刻薄她耶，每个月才给她1200块，我叫她离开，她又不要。姐啊，佳倩她已经长大了，她有自己的主见，年轻人的事你也不要理太多了。你看你舅舅一回来就偏袒你。莲姨，你们要喝什么吗？喂，不用了，我在酒店吃了一点东西才过来的。哎，这位是？他是佳倩的男朋友，现在在帮我做生意，叫文杰。吕先生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别那么见外，你叫我 Jimmy 还是叫我海生好了。这样的一个摊位，每一个月租金要多少钱呢？一个月2000块。只卖炸鱼吗？是啊。这片炸鱼是你们炸的？我刚炸好的，舅舅你要不要试试看？你舅舅啊，在香港也是做饮食业的。89年我去香港的时候啊，他带我去他的餐馆，光是带位的小姐有20个，餐馆大到啊要用 walkie-talkie 来联络的。那是香港的黄金时代，不过已经是一去不回头了。现在的香港，套一句当地人的话，在玩是干了，所以我才想到回来新加坡发展。哎，佳倩，这块炸鱼是你炸的吗？是啊。火候掌握的不错，味道也不错，只不过……舅舅啊，你有话就直说吧。那舅舅说了，你不要生气哦。这块炸鱼的水准，跟你们祖传的快乐鱼比起来，就差了一截。我知道啊。你不要长他人的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快乐鱼真的有那么好咩？
哎，你看，10几年前我吃过一次，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啊，这就是美食的魅力了。我也是从事饮食业的，所以我知道，他们能够把一道普普通通的炸鱼做得那么好，的确有他们的功力哦。我们从事饮食业的，一定要知道自己的短处，学习别人的长处，那才会立于不败之地啊。你舅舅回来啊，我们就是如虎添翼，我们一定要搞垮快乐鱼，报仇雪恨。家父啊，家父啊，大妈，你叫我啊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我叫你都没有听到。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大妈说？没有啊。是不是没钱啦？不是啊。那你今天啊，就有一点奇怪了。有什么好奇怪的啊？你今天会待在店里一整天呢？以前呢，还叫你留下来一下，你都难了。珊姐今天休息嘛，刚好今天我又没有地方可以去，那我只好留在家里帮忙啊。可是你今天一整天啊，都魂不守舍。大妈，你想太多了。你不要骗我啦！如果大妈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，你也白叫我大妈了。你跟佳倩啊，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可是我对你们跟其他孩子一样，没有说对这个好一点，对那个就差一点。哎，佳倩是不了解我，你呢应该了解你大妈。如果有什么事啊，大妈可以做到的，一定帮你的。说。大妈，我的确是有心事啊，可是现在不是说的时候，时机成熟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。哎呀，什么事儿那么神秘啊？总之啊，现在不能说。哎呀，我一定会告诉你的啦。好了好了，等你想说的时候再跟大妈说啊。谁啊？谁在里面啊？
福，救命啊！家福你怎么了？来，洗干净点。哎，毛巾。哎，家福来，快擦一擦。谢谢。觉得怎么样？来看看，看清楚吗？看我手指，回一下。你觉得想吐、头晕吗？不会啊，吓死人了！我还以为是抢水啊。如果是香水，早就下了。不看这个。对，嘘，没事。一个小裂口，应该是给那玻璃瓶划到的。要不要紧啊？没关系，小伤口不用缝针的，只要没有伤到脑部就没问题了。那要不要到医院照 X 光？不用了，二嫂，可以了，没事。喂，如果觉得不舒服，告诉我们啊。到外面坐吧，来。好。家福啊，那你们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啊？根本就没有机会看。我原本只是想去后面关个灯而已，后来我才发现到厕所里面躲一个人。我开了门，结果他就拿那个活水泼了脸，一泼就泼到眼睛，害我什么都看不清楚。接着一个玻璃瓶就打了下来，还好我用手挡住啊，要不然我整个被打到头破血流。那个人什么时候躲进厕所？我就是不知道啊。会不会他是想等所有人走掉出来偷钱呢？哎，这有可能啊。哎，你们在等我啊？哎，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？你看，哎呦，这么，刚才有人攻击家福，泼了他脸的活水，还打伤他。那有没有抓到他啊？我们刚好回来，听到店里有声音，一看呢，家福已经倒在地上，那个人已经跑掉了。惨了咯，他已经开始行动，想烧死家福嘞。烧什么烧？我又没有得罪人，人家干嘛下这么大的毒手啊？你得罪老高吗？老高？我都跟你讲过了吗？老高不好惹的嘞，他凶起来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你现在相信了哦？哎，大哥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是老高干的？哎，我不是怀疑了，我是肯定啊。那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他用活水泼过我嘞，想把我烧死啊！他有更狠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曾经想用那个罪去淋那OG的小弟弟嘞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变态？因为他整天以为人家要勾引他的老婆吗？那就是说，只要有谁想打阿娇的主意，他都会失去理智。他这个人很会吃醋的嘞，人家只要看阿娇一眼他就骂人，跟他说多2句话，他就想打人了咯。我也知道老高这个人很变态啊，可是我也以为他只是随口说说，也不敢真的动手啊。以为，所以你相信了哦？可是他怎么会怀疑家福？难道老高已经知道你跟阿娇的事啊？你偷偷联络阿娇？一定是啦！你是不是偷偷打电话跟 SMS 给阿娇啊？家福啊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？我不是已经警告过你了吗？就是咯。二嫂，我真的很担心阿娇啊。喂，那你 SMS 跟打电话给他有什么回应啊？没有啊，阿娇的手机一直都没有开啊。不过今天下午我收到阿娇打来的电话，那他说什么？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一下子就挂断了。那你怎么知道电话是阿娇打来的？手机显示号码是他的号码啊。那也不能代表打电话的人是阿娇，可能是老高拿了他电话打给你，证实你跟阿娇的关系呀。对，一定是老高怀疑你跟阿娇有路。什么有路啊？讲这么难听，不是有路是什么？什么？喂！如果他不怀疑你跟他有路的话，为什么他来烧你啊？算了，大哥，不要来刺激他了。我还想揍他嘞！烧你还好，如果烧了快乐鱼怎么办？如果让妈的知道怎么办？狗，你讲完了没有？你最厉害，我最笨，行不行？哎，王八蛋，你还骂人呐？我骂老高了。喂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我去找老高算账。家福啊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无凭无据的，怎么找他算账？就是咯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我看还是报警吧。喂，你要去什么地方？我去找老高算账。家福啊，你冷静一点，现在无凭无据的，怎么找他算账？就是咯。那你们想怎么样？我看还是报警吧。报警？事情已经比我们想象还严重了，不报警不行了。这样也好，报警
拉他去坐牢打鞭。如果我们有证据报警，当然好了，把他抓起来。但是我们现在无凭无据，万一警方什么也查不到的话，反而把事情给闹大了。到时啊，老高被发起狠来，跟阿娇同归于尽了。算了，先不要报警了。不报警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老高，老高啊，我是佳琪啊。我知道你在里面啊，我们有些话想跟你谈啊，你可以开门吗？老高，什么事？我们可以进去跟你谈谈。老高，你的店在清货。哦，有什么事吗？阿娇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怎么他去那么多天呢？难得他回去多住几天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过2天。阿娇娘家有没有电话？我想打个电话给她。刚风大不方便。阿娇有手机吗？刚风地方大，收不到的。那总有个办法联络她吧。哎，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们2个一直问，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本来约了阿娇这1、2天见面，可是好像突然间消失了，我很不放心。有什么不放心？她很好的，我是她老公，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讲，我转告她。我要亲自跟她说。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她回娘家。你不要再骗人了，阿娇根本没有回娘家。我打个电话去她娘家，他们说阿娇根本没有回去。你到底想干什么啊？这句话应该是我们问你才对。阿娇到底在哪里？阿娇在哪里关你什么事？阿娇是死是活也不关你们的事。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为什么不能这样说？你不敢滚！哎，老高，你不要以为阿娇新老婆就够为所欲为了。其实阿娇已经很多天没有在店里了。你说阿娇回娘家，其实她根本就没有回去。你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我们夫妻的事为什么要你们来管啊？你给我滚啊！我要做生意呀！老高，我希望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很严重的。你走！阿娇到底在哪里？你给我走！你到底把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因为阿娇跟你离婚，所以你就把她？原来是你！你这样还想跟我离婚的？你给我走！你还想跟我离婚？老高，你听说人家不听说我报警了？好啊，报警啊！看谁可以猜到我们夫妻2个。我告诉你，我死啊，我也要阿娇陪我一起死啊！其实我们也不想介入你们夫妻的生活的。雅喜是阿娇的朋友，他只是关心她罢了。对，如果现在你没有办法证明阿娇安全的话，我一定会去报警的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我50岁了，才知道一个老婆，你就这样对我？你说我爱阿娇了，我爱阿娇了，我不能没有阿娇的。老高，谁敢推我阿娇？我去跟他拼命！我去跟他拼命！快走！你不要走！走！快了！老高，我们现在给你1个小时，待会我们回来后还是没有看见阿娇，我们去报警了。哎，老高，我是来看店的。没有空。你
你不是说要卖店的吗？我跟你讲没有空，你不会听啊。家福，老高正向停车场的方向走去。OK， 我知道。来，老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么紧急的时候还跑去哪里？看什么啊？吓死人啊你！这样也吓到？你没胆啊？你一声不响跑去哪里啊？母子通缉大便喽！老高出现了啦！哪里？那里啊？怎么？哎，老大，他手上还拖着那个大行李箱啊！过来了，过来了！行李箱不见了呀！哎，我过去。有没有？没有嘞。好多不懂躲他 pickup， 我怎么知道这是他的 pickup？ 你又说他没有开车，他以前没有开吗？他要走了怎么办？打电话给嘉青，来不及了啦，走吧。够力量！那天我开不恐怖片哦，里面的那个变态丈夫把他的老婆杀了之后，就是放在这种行李箱里面呢。他不但跟行李箱说话，还带着行李箱到处跑。你说这老高会不会也看了那部电影，有样学样啊？老大，你闻不到什么臭味啊？是不是从行李箱发出来的？不是啊，是我放屁，我一紧张就肚子痛，想大便怎么办？我真的被你气死哎！你平时不是很称英雄吗？你竟然现在害怕到肚子痛？喂，紧张跟害怕是不一样的哈！啊，你当然憋着啦，先打开来说，快点！你开，为什么我开不是你开？你胆子大，但你开啊！你开啊！你开啊！干嘛？是不是从行李箱流出来的？我看我的阿娇一定是被那死老高砍成一段一段，放在那行李箱里面。你要打开来看看。你来了，怕什么？我把我打开之后，我看到阿娇。你要干什么怎么怕？那我给你看啊！结束，爱退回原处，该愤怒还是该认输？你总说，若是有缘，一定会再相遇，只是这种祝福太
能不能让爱来做主，说服所有分离痛楚？相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够？